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去年在陕西终南山下看到一座活死人墓，那个是在一个寺庙里。我今天来到的是在贵州大山当中这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按照资料的说法，这里活死人墓有无数座，可能数都数不清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这个村落探寻一下，为什么会有活死人墓的存在。当然了，这些活死人墓是古代的。你们这边是哪个民族？少数民族嘛。哪个民族？是布依族吗？苗族是吧？来到安顺这个地方，真的可以称之为石头之城啊！因为走到哪个村落都能够看到石头建造的房屋，石头组合而成的道路。这上面也是如此。去那个坟人墓一定得往这里走。刚才碰到那位大叔，他说在这个山上有非常多，可能数都数不清啊。这种房屋大概20年，真的看不出来呀。在离这个地方大概40公里啊，有一个石头村，就是大概500户人家，他们住的全是石头建造的房屋，叫做高档古寨，我们已经去看过了。这边可能是石山，中国大家建房屋的话，就地取材。喀斯特地貌就是如此，全是巨大无比的石头，所以在安顺这边才有很多人建造石头的房屋嘛，因为算是充分的利用了资源。活死人墓在正史上面一直都没有活死人墓的记载，主要是靠人们口口相传、代代相传，传说在南方是有这种活死人墓。看过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，朋友都知道，终南山下活死人墓，那个是主人公最后隐居的地方。而陕西那边确实有一座活死人墓，它是在一座寺庙里面，现在呢仍然是非常出名，很多时候有人会去参观。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活死人墓又有所区别。活死人墓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在古代人还活着的时候，大概是60岁左右，他们在山上开凿洞穴作为自己的墓穴，建好之后就住进墓中，然后在里面放一些食物，他们的子孙后代就把墓门封住。到了这里，大家应该都明白，那些老人呢，在墓中吃完食物之后，可能就会等待着死亡的来临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、很瘆人？确实也是如此啊。这种事情呢，在影视剧中也有演绎，但实际来讲，大家听的可能比较少，因为这种情况正常应该是不会存在的。而在贵州镇营县的一个偏远山区古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恐怖的习俗：村里年迈老人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就会被子女送进墓中，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说的那种形式。按道理说，中国古代是讲究以孝治国，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有违人伦的习俗。那这种习俗到底是真是假？这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去这个山顶那些墓穴里面探寻一下这些隐藏的秘密，顺便找一下当地人，了解一下这种情况。这大山里面的人们真的是很厉害在这样石头山上面开凿了土地，并且呢，全部用石头阻拦住了，变成了梯田，相当的不容易，相当的有水准呢。在这个半山腰看到一栋100年老宅因为看这个建筑方式就有点不一样，应该是3兄弟一起的。那些活死人墓应该是在最上面。这里有一户人家也搬走了，危房，没有人居住，感觉这个山顶上的房屋都没人住。在这里还看到以前的水渠，因为你如果说下大雨的话，很容易水土流失嘛，所以它这里
搞了一个石头水渠出来，一是防止水土流失，另外一个呢，在这种山上很多房屋，避免那个房屋被淹掉、被冲掉。还有一种呢，下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梯田，这个是灌溉用的，所以这个水渠多功能啊。我们在高旦古村和这里呢，都看到这个石头啊是比较平整，一块一块的。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本身像贵州这边石山，它这个石头呢就非常有特点，跟我们其他看的地方不一样，圆形的或者是不规整的。它这里呢很多本身大山上的石头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叠加的类似。那么人们把它开凿下来，进行简单的打磨一下，就变成这种样子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。还没找到啊，不知道在哪个地方。奇怪了，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哎。我在这个山顶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全是密密麻麻的杂草跟树枝，那个洞穴一直找不到。我得去下山找一个村民，看看能不能叫他们帮忙带下路，要不然靠我自己是真的找不到。这位大叔带我来的，没有他带我来根本找不到，完全是被树木杂草包围着。现在用开路啊，树木太茂密了。那个洞穴就在前面一点点，你说没有这位大叔带路，靠我们是不可能找得到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来到这个地方爬山花了半个小时，找洞穴花了1个小时，后面叫大叔重新带，差不多2个小时才找到这个洞穴。活死人墓就在眼前看到了这些地方。这个洞穴明显的看得出来是人工建造而成的，长度大概是2米，宽度1.2米左右，也是用石头累积起来的。这个跟我们在云贵川看到的很多崖墓非常类似啊，但是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。这些小石洞现在都是空空如也的状态，里面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没有跟大家说这是墓的话，很多人可能以为这就是一个小石洞，是当地村民修建用来存东西的。因为这个跟普通的墓葬确实区别很大，也不会往崖墓上面想，因为崖墓的话在这个地方存在的很少。这位大叔向我们介绍，这边这样的山洞非常多，现在能看到的有几百个，以前还有更多，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关系，很多就损毁了。这位大叔现在又带我去找另外一个洞穴，另外一个活死人墓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们绝对是找不到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比刚才那个更完整一点，都非常隐蔽。天然的洞穴大家都见过，像这种人工开凿的，大部分人没见过吧？你看也是很明显，一层一层堆积起来的，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完整。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位大叔对这些活死人墓有什么说法。小时候会来这里玩吧？小时候会来的，我会来这里玩的。这我活人回这，原来打奔波走过来的，走过来，老的走不动了，小的一走不动了，给点吃嘞，再拿埋活的，小的出来了，给他们放吃的放多少呢？放那个碗这么大，放1碗。那就也就是最多1-2天的时间了。最多1-2天的时间。那后面可能就，后面没有吃的吗？这位大叔向我们介绍，这些活人坟存在是因为当时有人逃难来到这个地方，那逃难的时候有老人小孩就走不动了，也可能包括一些生了病的走不动的，那么就把他们送到这个洞穴当中，并且呢留下了1-2碗饭。那老人呢可能就在洞里面去世了，而有些小孩可能就走出来，就在这个村落附近定居。关于这个活死人墓，刚刚那位大叔是一种说法，而我在查资料了解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在这个村落他们的祖先是三国时期的孟获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当中诸葛亮7擒孟获的人，他当时是南方一族的首领，
他的祖先是西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家夜郎国。当时夜郎国的疆域面积高达数千里，他们就觉得自己实力很强大，经常挑衅西汉。但是西汉可不惯着他，因为两者的实力差距相差太大，最终呢被西汉打得落花流水，相当于灭国一样的。这可能就是夜郎自大的来源吧。后面夜郎国的人就逃到了贵州镇宁这边附近，而孟获呢就是他们的后代。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，来到了三国时期，夜郎国他们的后代又重新强大起来，而作为首领的孟获又开始搞事情了，然后就有了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举。当时孟获呢对诸葛亮心服口服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呢后面去世了，那么孟获的后代又可能蠢蠢欲动，想搞事情。当时的蜀国刘禅呢，尽管说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但是他的能力还是很强，因为诸葛亮去世，他还当了几十年的皇帝。于是呢，他就对付孟获的后人。他想了一个主意呢，就是把孟获这些后代要进行移民，想把他们流放到其他的地方，就可能想把他们弄到成都或者汉中那边，算是蜀国的统治中心嘛。古代的移民跟现在不一样，因为现在有交通工具，而古代呢基本上是要靠走，而且呢路况又不好，基本上是爬山涉水，经常要在大山里面穿行。那这个青壮年都有点吃不消，那中老年人或者老弱病残小孩就更难了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路途中就会出事。于是呢，他们这个部落里面就商量了一番，老弱病残可能呢去那边就会客死他乡，还不如呢选择落叶归根，在自己的家乡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把洞穴挖好了，在移民的时候，这些老弱病残小孩就躲在了这些墓中。那蜀国的士兵来查看的话，他基本上只能看到山上有这些洞穴，以为是坟墓，不会怀疑。那么蜀国的军队把那些青壮年带走移民之后，那些老弱病残或者小孩就从墓中爬出来了。接着呢，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有了现在这个村落，也有了活死人墓这个说法，这个习俗。这个就是活死人墓的一些来源。在之后的一段时间，这个村落还保留了活死人墓的习俗，就是说有哪家老人生重病或者快去世了，子女们就会把老人送到洞穴当中，就和我们一开始说的操作方式一模一样。故而这里活死人墓按照资料说总的有上万个。看完这些，大家会不会害怕？尽管说这个活死人墓有多种说法，但是呢，不管是哪一种，它说到底都是在古代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的风俗而已，仅此而已。